在心理学的浩瀚知识海洋中，有一个极为精妙且实用的概念，叫做空船效应。可别小瞧了它，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帮我们解决人生中90%以上的心态问题。这个有趣的概念其实源自庄子所讲的一个生动故事。想象一下，你正悠然地乘船渡河，享受着河水潺潺流动的惬意，感受着微风轻抚脸颊的温柔。突然，一艘船毫无征兆地撞了过来，这突如其来的撞击让你身体猛地一晃，差点失去平衡。要是那船上有人，你内心的怒火肯定会瞬间被点燃，你可能会扯着嗓子破口大骂：怎么开船的？不长眼睛吗？那愤怒的声音仿佛要冲破云霄，带着满满的指责和不满。但要是撞过来的是一艘空船呢？即便你脾气再大，也不会像刚才那样暴跳如雷，你可能只是无奈地摆摆手，自认倒霉，最多小声嘟囔两句，然后就继续悠然前行，仿佛刚才的小插曲从未发生过。同样是被船撞，为什么我们的反应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？原因就在于空船上面没有人，你根本找不到发泄愤怒的对象，那股熊熊燃烧的愤怒之火自然就慢慢熄灭了。这就是空船效应的奇妙之处。真正让你生气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你对那个人的归因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大约90%的烦恼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把对方当成了有人的船。比如说在职场中，同事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，也许只是顺口一说，没有任何恶意，但你却觉得他是在故意针对你，心里顿时就像被一团乌云笼罩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。回到家里，伴侣因为工作太忙，忘记了你们的纪念日，你没有去考虑他可能是太累了，而是直接认为他不在乎你，于是心里开始埋怨，甚至可能会和伴侣大吵一架。还有朋友没及时回你的消息，你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他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一整天都过得不踏实。一旦你把对方的行为当成是故意的，你的情绪就好像找到了一个靶子，愤怒、委屈、抱怨，这些负面情绪就会像潮水一般接踵而至，让你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。但要是你换个角度，把对方当成空船呢？你会想到他不是故意针对你，他可能只是无心之失，或者他今天也遇到了很多烦心事，自己也很累，有他自己的难处。这样一来，你心中的怒火就像失去了燃料的火焰，渐渐熄灭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很多事情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去看，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值得生气。我曾经见过一对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我好奇地问他们有什么秘诀，妻子笑着说，每次我想发火的时候，就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孩，或者一个生病的人。你会跟小孩计较吗？你会跟病人计较吗？她就是巧妙地运用了空船效应，把丈夫当成了空船，用宽容和理解化解了生活中的小矛盾。空船效应并不是让你一味的忍气吞声，而是让你从他对不起我的受害者心态里勇敢地跳出来。一旦你不再把别人的言行解读为是针对你，你的情绪就不会再被外界轻易绑架，你就能拥有更多的平静和快乐。弘一法师说过，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，我怎么对别人是我的修行。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行为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别人的看法。在职场上，等有人抢了你的功劳，你可能会气得整夜睡不着觉，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。
但如果你换个角度，把他当成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，他之所以抢你的功劳，不过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那么你的愤怒就会慢慢转化为同情。在生活中，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可能会气得恨不得撕烂他的嘴，但要是你把他当成一个内心痛苦的人，他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获得一点可怜的优越感，你的仇恨就会变成悲悯。把别人当成空船，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智慧，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。生气其实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怨恨则像是把别人的毒药喂给自己。曾国藩说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记过不恋。事情一旦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，别人的错误我们不必拿来折磨自己。很多人活得很累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里装了太多有人的船，他们总是想着谁谁谁对不起自己，谁谁谁瞧不起自己，谁谁谁辜负了自己。每一条这样的船都装满了愤怒、怨恨和不甘，在他们心里的河流上横冲直撞，把自己撞得遍体鳞伤。可要是你把那些船都清空呢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本波涛汹涌的内心突然就风平浪静了。学会用空船心态去看世界吧。当有人冒犯你时，也许他只是今天过得不顺，心情糟糕透顶，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。当有人冷落你时，也许他只是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不知道该如何与你更好的交流。当有人伤害你时，也许他自己也在受苦，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。这并不是在为别人开脱，而是在为自己松绑。菜根谭里说，世人以心肯处为乐，却被乐心引向苦处；以福益处为苦，却被苦心引向乐处。意思是，你以为顺心的事情就是快乐，结果可能会乐极生悲；你以为不顺心的事情就是痛苦，结果可能会苦尽甘来。心态一旦转变，苦和乐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都在针对你，不妨问问自己，那些撞向你的船真的都有人吗？还是说是你自己给每艘空船都安排了一个舵手呢？把船清空，把心放平，你会发现人生大部分的烦恼不过是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罢了。往后余生，愿你把别人当空船，把自己当清风，船来船往不放心上，风吹风过自在从容。让我们用空船心态去拥抱生活，享受那份宁静与美好。